有一种机会是穿着礼服来的陷阱，你等了很久，渴望了很久，它突然降临，还带着无数人的山呼叩拜。你以为这是命运的眷顾，殊不知这不过是有人替你搭好了一个舞台，等你站上去就开始计时。最残忍的命运安排不是让你一无所有，而是把一切都在错误的时刻给你。公元前74年，大汉的天空悬着一个空置的皇位，汉昭帝刘弗陵死了，21岁，无子。这个从出生就活在阴谋与权争里的年轻皇帝，在位13年。如果说他这一生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事，大概只有这一件，他选择了安静的死去，没有留下任何能让朝局更乱一分的遗言。长安城里哀声如潮，暗流涌动，皇位空了，谁来做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在宗庙，不在礼法，而在未央宫某个不公开的书房里，在一个叫霍光的男人的眉眼之间。汉昭帝驾崩的这一刻，霍光手里握着什么？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军政大权，这是明面上的。真正不可替代的是另一样东西，大汉礼法。皇帝废立，须经太后诏书，而那位太后是他的外孙女上官氏，年仅15岁，从6岁入宫起对政事一无所知，对霍光言听计从。汉书描述昭帝驾崩后的权力格局，用了6个字：光秉正，上下皆从。不是辅政，是秉正。握着政权本身，皇位给谁，他说了算。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，昌邑哀王刘伯之子，李夫人一脉，血统纯正，辈分合适。但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弱点，他从小在昌邑长大，远离长安权力中枢，身边没有可倚仗的外戚，没有任何朝廷历练，在军政两界毫无根基。父亲刘伯出自李夫人，李夫人早逝，李广利兵败降匈奴后，李氏一族在朝中早已没有任何政治分量。刘贺在长安是一张干净的白纸，其他选项不是没有。广陵王刘胥是汉武帝的儿子，血统最正，但此人年过40，性情刚烈，据说力能杠顶，早就在等这个机会。这不是一个可以被辅佐的少主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将霍光架空的博弈方。燕王刘旦更不必说，上一轮政变已经把他的名字从候选名单上永久抹去了。于是就是刘贺了。霍光召集大司农田延年、车骑将军张安世等重臣，把立昌邑王的决定通报了一遍，没有商量，只有告知。6月，使者携诏赶赴昌邑。刘贺接到诏书的那一刻，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他知道的只是他要做皇帝了。汉书记载刘贺入京的情形：贺即位，淫乱，官属多谏，不听；出入驰道中，从官止之，不止；临终景而遇，随驾诸官，止之，不从。随行官员一路苦苦劝谏，说诏命已至，礼仪规矩不可废，他根本听不进去。马跑死了数匹，换马继续跑。他把昌邑的200余名旧部亲随全部带上，声势浩荡地奔向长安。后来这段经历被写进了废帝诏书，轻慢皇仪，奔赴无节。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他跑得有多快，而是那200名昌邑旧臣随行入京，这才是整个废帝事件真正的引爆点。刘贺不是把手下带来开眼界的，他是把他唯一的政治根基带进了长安，这个动作才是让霍光在第一时间警觉的核心信号。一个19岁的少年，在一个闷热的夏天，被告知整个已知世界都将属于他，忍不住跑起来，带着所有他认识和信任的人。这是最直觉性的选择，也是他铸下的第一个致命错误。他不知道那个拿刀的人正在长安等他。刘贺在位27天，这27天里，他的问题不是荒淫，而是太快。霍光所构建的权力网络是一张依赖于人事稳定的精密蛛网，每一个节点都被精心安置，每一条通道都经过13年的调试与控制。刘贺进京之后，开始拆这张网。后来的废帝诏书对这27天有一段极为详细的记述。受洗以来27日，使者旁午，持节召诸官署征发，凡1127事，27天1127件事，平均每天42件。历代史家争议，这究竟是真实记录还是罗织的罪名？两者都有，但比例本身无关紧要。他数次绕开正常任命程序，将昌邑旧属任命进宫廷要职，涉及谏大夫、郎官、给事等多个内廷核心位置，甚至试图介入皇帝喜迎的日常使用流程，绕开霍光的眼线与太后系统。真正的导火索是昌邑旧臣中有人向刘贺进言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霍光可以废立皇帝，皇帝为何不能先发制人？这条密语被霍光的耳目捕获，刘贺在朝堂上的失礼与荒唐只是噪音，但这5个字是信号。昌邑集团已经开始评估对霍光主动出击的可能性，计时器归零了。
公元前74年7月，霍光正式出手。他先去见了上官太后，把刘贺的罪状摆在他面前。他点了头。诏书寄出，霍光率百官入承明殿，刑场一般的安静。废帝诏书的核心指控被当众宣读：昌邑王贺嗣卫以来所为被盗，不奉宗庙，失帝王礼仪，乱汉制度，恐危社稷，群臣亦请废之。刘贺站在那里听着，他说了一句话：臣闻天子有征臣7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天下。这句话出自《孝经》，意思是我听说天子身边应有7个执剑之臣，即便有过失，也不至于失去天下。你们这些人，有谁来劝过我？这是刘贺在这场精心编排的废帝仪式里唯一一次真正开口反驳。他用儒家经典精准击中了这场废立程序在礼法逻辑上最脆弱的漏洞。你们既然是臣，为何不见，却要废？霍光没有回答他。刘贺被褫夺帝号，当日离开长安，潜回昌邑。废帝本身不是这场政治手术里最致命的一刀，最致命的一刀是随后那道命令，将随刘贺入京的昌邑旧臣200余人悉数诛杀。被押赴刑场时，昌邑群臣哭嚎，正是他们曾经对刘贺说的那句话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这200人的死，消灭的是一个核心政治威胁。任何来自外部的权力集团，在皇权真空的窗口期，渗透进帝国核心的可能性。而刘贺必须活着，他活着是一块会呼吸的警示牌。皇帝的位置可以被收回，即便是当朝天子，也没有不可侵犯的豁免权。反抗的下场是你连殉道的资格都没有，你还活着，每天在监视下吃饭、睡觉，接受朝廷使者的例行查访，以一种最无力的方式向所有人证明，那个位置从来就不曾是你的。这是霍光的政治美学，制造警示而非仇恨，清除威胁但不制造劣势。然后霍光立了刘病已，这个在监狱里出生，在民间流浪长大的汉武帝曾孙，是霍光认为最安全的那张白纸。只是这张白纸后来用霍氏的血写下了另一段历史，那是下一期的故事。被废的刘贺回到昌邑，随即被降为庶人，封地削除，旧臣尽诛，身边已空。汉宣帝登基后，始终对这位废帝保持高度警惕。山阳太守张敞奉命例行查访，将结果详细上报朝廷。这份报告保存在《汉书》里。贺病危，行步不便，好史书，喜诙谐，能说其地俗语。体弱多病，腿脚不便，但喜欢读史书，有幽默感，能说一口地道的齐地方言。报告的最终结论是4个字：不足忧也。这4个字救了他的命。公元前63年，汉宣帝将他封为海昏侯，封地在今江西豫章郡。他就在那个大汉版图边缘、潮湿多雨的南方之地度过了余生。在朝廷监视下，物质从不匮乏，政治上彻底死亡。公元前59年，刘贺死去，年约33、4岁。有一种机会是穿着礼服来的陷阱。刘贺用27天验证了这句话，他得到了皇帝的名号，得到了山呼叩拜，得到了一整个帝国的名义。他没有得到的那样东西叫做时机，那个时刻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他，那个舞台也不是为他搭的。霍光给了他皇帝的位置，却没有给他皇帝的根基。他拿着一张签好名的支票，账户里从来没有存过1分钱。被废之后多年，张敞在那份查访报告里用好史书、喜诙谐描述了一个活在南方水乡里的废帝。那是一个史书无法定义的刘贺，不是昌邑王，不是汉废帝，只是一个喜欢读书、偶尔说说笑话的普通人。也许这才是他本来应该是的样子。皇帝是一套精密的程序，他不需要你是真实的人，只需要你是一个完美的符号。刘贺没有学会这门技术，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学。那句臣闻天子有征臣7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天下，是这场废帝仪式里最后一声回响。那个问题至今没有人回答他。